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的故事，真的是要震撼你们的三观，尤其是看到女主角的香清清丹之后，你们可能会忍不住捧腹大笑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。话说，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的一个普通城市，而主角是一位38岁的大龄女青年。怎么说呢？她的香清清丹简直是天马行空，各种离谱条件应有尽有。今天我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她和一个香港男士相亲的全过程，看看她的霸王条款是如何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。首先，女主角让我们叫她小李吧，她年约38岁，按说已经是大龄女青年了。可是人家可不觉得自己老，不仅如此，身为一位事业有成、独立自主的女性，小李可是把自己当成了绝世珍宝。大家都知道，独立自信是好事儿，可是过于自信的时候，也容易变成自负，对吧？所以她的要求简直高得离谱。而男主角嘛，是个来自香港的男子，我们叫他小张。他可真的是个好人，而且在香港也有一定的事业基础。说实话，外形不算出众，但长得倒也不丑，性格也很温和，总体来说还是个挺靠谱的男人。可是就是这样一对高富帅加白富美的搭配，居然擦出了这么大的火花，而这场相亲简直成了大戏。相亲那天，男方提前半个小时就到达了约定地点，表现得特别绅士，一身西装，精心打理的头发，简直就像是从电视剧里走出来的那个优质男。而小李呢，他就更加不逊色了，穿着一件精致的连衣裙，搭配得当，整个人的气质一下子就拉高了几个档次。见面第一眼，小张心里一阵惊艳，哇，这个女的挺不简单啊，简直是女神级别。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小李开口给镇住了。小李一坐下来，就看着小张，语气严肃地说：“我们开始吧。”开始。小张还以为是要聊聊天气、爱好什么的，结果他却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推到小张面前，这是我列的条件，请过目。天哪，条件！小张瞬间有点懵，列条件？我以为是相亲，怎么感觉像是在签合同一样？不过他还是忍住了惊讶，低头看向那份纸。你们猜猜这份纸上都列了什么？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小李居然列出了整整8条霸王条款。看到这里，我都替小张捏了一把冷汗。第一条，婚前必须有3个月的恋爱期。哇，这条直接就给2个人的关系加了个缓冲期，意思是说，小李可不是随便跟你约会，恋爱期得有3个月的铺垫。第二条，必须在同一个城市定居，绝对不考虑异地恋。这个要求我觉得还算正常，毕竟现在异地恋真的挺考验感情的。但问题是，小李根本没有给小张任何选择的余地，这条条件就像是直接给了小张一把没商量的刀。第3条，婚后男方需独立承担家庭经济，女方事业独立，不参与家庭开销。说白了就是男主外女主内，但是这条条件让我直呼这是啥鬼？难道不应该是双方共同分担吗？居然要求男方一个人顶所有压力。第4条，婚前男方必须有房子，且必须是市中心3室1厅以上的豪宅。这条简直把小张打击得体无完肤。大家知道，香港的房价可是天价，这条件简直是给人开玩笑吧。第5条，婚后女方要生2个孩子，且必须选择顺产，
孩子出生后不得超过2年间隔。这条我都觉得有点让人头皮发麻。顺产2年间隔，这不是把自己当成生产机器了吗？第6条，结婚必须豪华婚礼，必须邀请300位以上亲朋好友，并且要有5星级酒店场地。哇，这条也太奢华了吧！300个亲朋好友，这也太夸张了。小张此时心里一定是崩溃的，他这是想要嫁入豪门吗？第7条，婚后半年内必须拥有一辆至少100万的豪车，并且车的品牌型号要经过我确认。100万豪车，我只想说，小李这是要嫁给法拉利吗？第8条，男方需保证每月至少给我5000元的零花钱，且不能用现金，必须通过转账。这条条件真的是要疯掉了吧？5000元的零花钱，这才不是婚姻关系，简直就像是生活合伙人契约，根本不考虑感情。小张看完之后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是相亲还是开价呢？而小李呢，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提出的这些要求有多么离谱，继续满脸认真地看着小张。你可以考虑一下。小张这时候已经彻底懵了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他低头看着那份纸条，心里就像打翻了5味瓶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算他能理解小李追求更好生活的愿望，但这些条件也太离谱了吧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慢慢抬起头，看着小李，试图整理自己的思绪。小李，我觉得你这些条件是不是有点过高了？过高？小李反问道，眼神里带着一丝不屑。你怎么不想想，现在的女性都不容易，要找个好男人，当然得付出一点代价。我这些条件也不过是想确保我们结婚之后的幸福生活。可是小张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小李打断了。你觉得难吗？别看你是香港人，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小李一脸冷笑，我告诉你，我这种条件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接受的。你不喜欢，可以选择放弃，我不需要妥协。听到这里，小张的心情突然从迷茫变成了愤怒，他之前的耐心也开始崩溃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看你根本就没打算考虑我们的未来，只是在谈条件，像是在买房买车。相亲不应该是2个人了解彼此，培养感情吗？小李冷哼一声，什么叫不应该？我这么清楚地列出条件，至少比那些心里没有规划的男人强。你能给我一个未来吗？这一刻，小张的怒火几乎到达了顶点，他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你说的对，婚姻是双方的事，咱俩从相亲开始就应该平等，但你这样开条件，不觉得很荒唐吗？你这是在挑男人，还是在挑买家？小李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他瞪着小张，你觉得我荒唐？你才荒唐，我有我的标准，我不怕你不接受。我觉得我没必要为你降低标准。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，小张感到气愤不已，同时也有一种莫名的失望。他本以为相亲是2个人相互了解、慢慢适应的过程，但眼前的情况让他感觉仿佛自己只是一个待价而沽的商品。小李，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合适。小张愤愤地说，你这是想走？真的是个胆小鬼。小李突然提高了嗓音，声音中带着挑衅和不屑。小张站了起来，收起那份纸条，把它轻轻放回了桌子上。不是胆小鬼，是清楚自己价值的人。你这些条件根本不可能是正常人能接受的。你这是在找一个金主，不是找一个伴侣。谢谢你，我不接受。话音刚落，
小张转身就要离开，但小李突然站了起来，一把抓住了他。你走了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有错吗？小张回头看着他紧抓着自己袖子的手，嘴角露出一丝苦笑。你根本不懂相亲的真正意义，想通过条件来衡量人，最后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小李的脸瞬间变得通红，他似乎没想到自己强硬的态度竟然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。他还想继续争辩，但小张已经不再给他机会，别浪费彼此时间了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他快速转身，毫不犹豫地走出了餐厅。那一刻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小李站在原地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颤抖。他没想到自己这么高的标准竟然会把一个潜在的优质男给拒之门外。可是为什么他觉得不甘心呢？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做得太过分。小张走出餐厅时，心中还是有些不平静。尽管他觉得自己做的没错，但他心里却充满了愤懑和迷茫。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妥协。婚姻是建立在平等、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，而不是一方高高在上，单方面强加条件。可他心里又隐约有个声音在告诉他，或许自己也太固执了。小李他真的有他的理由吗？他为什么那么坚持自己的标准？小张不禁自问道，也许他只是想找个能给他安全感的人，但他所要求的真的是生活的质量吗？回到家后，小张陷入了深思。他自己并不富裕，但他还是觉得生活不应该是物质至上的。而小李的要求却让他看到了他对婚姻的功利性和对未来的规划，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感情的因素。与此同时，小李则在他自己的家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为什么我这么高的标准，反而把一个看似不错的男人赶走了？他反复回想着刚才的对话，直到最后脑袋一片空白。这时他的手机响了，是她的闺蜜发来的消息。你今天和那个男的怎么样？聊得愉快吗？小李深吸一口气，愤愤地回复，我觉得他不适合我，条件不够好，就是一个不懂珍惜的男人。她的闺蜜回复道，你也太严格了吧，这都觉得不行，谁能符合你的条件？小李顿时哑口无言。她从小被父母灌输着找到个好男人，嫁给有钱人这种观念，可能她自己也没意识到，自己把婚姻当成了一种交换价值的交易，而非一段两个人共同成长、共同经历的关系。是的，婚姻是双方的，条件当然重要，但感情的基础才是最重要的。在小张离开相亲餐厅之后，虽然他的心情很复杂，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。毕竟他没有被一堆冷冰冰的条件所绑架，而是按照自己的原则做了选择。回到家里，他泡了一杯茶，坐在沙发上慢慢回想着刚才的情景。他真的很有要求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他到底是在找男人，还是在找投资合作伙伴？小张感觉到自己心里的不安，也有一丝困惑。相亲其实是一个了解彼此的过程，不是一次商业谈判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和标准，但过于苛刻的要求却让人感到无法呼吸。也许他错了，也许小李只是想给自己更多的保障，找一个足够强大的男人来依靠。但是感觉到的是物质的需求，而不是感情的真诚，这让他有些失望。与此同时，小李的内心却是一片狼藉。他坐在家里，手里紧紧握着手机，回想着刚才那一场相亲的争执。每当他想到小张转身离开的那一幕，他就愤怒不已，同时又有一股莫名的空虚感。
他居然能这么走。小李一遍遍重复着这个问题。我明明是想找到一个真正合适的人，为什么他不能理解呢？他扭头看向旁边的镜子，自己端坐的身影仿佛越来越模糊。她从小就是个好女儿标准的女孩，学习成绩好，工作表现也不错，父母总是以她为骄傲。可是这些年，她却发现似乎越来越难找到一个符合自己标准的男人。她过度强调了物质上的匹配，忽略了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东西——情感的联系。小张并不差，他有自己的坚持。小李突然觉得自己可能有些过分了。可我提出的条件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压力和困惑吧？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观念，甚至有些自责。曾经他总认为自己必须通过这样的标准来挑选男人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过上完美的生活。但现在他开始意识到，婚姻不应当是一个交易，而应该是两个人的成长和共建。突然电话响了，是她的闺蜜打来的。小李，刚才听说你和那个香港男生没成。闺蜜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关切和不解，是不是你要求太高了？你是不是有点太看重条件了？小李，你知道的，我从来不会要求别人做不喜欢的事儿。可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他都没给我机会啊！小李显然心情低落，眼角泛着泪光。闺蜜停顿了一下，轻声道：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要求未必是坏事，但是过于坚持这些条件，就会让感情失去本来应该有的弹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真正的爱情其实并不是按照这些标准来操作的？你可能自己没有发现，你已经被条件束缚了，反而忽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。听到这话，小李愣住了。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，突然觉得空空如也，仿佛失去了一些什么。小张走了，我真不觉得他一定不好。小李喃喃自语，可能我的这些要求真的太高了，太理想化了，根本没有考虑到他能否承受。他想起刚才那一幕，小张愤怒的眼神和话语都让他震撼不已。他知道自己确实过于专注于物质基础这一点，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——情感的共鸣和未来的陪伴。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情感，只是过多的现实条件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他再次拿起手机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发了一条短信给小张：小张，对不起，我昨天的态度可能有点过激，我并没有想要伤害你，只是对未来有些不安，也许我需要时间去思考。小李按下发送，心里却突然有些释然。他觉得或许这条短信不仅仅是对小张的道歉，也是对自己的反思和告别。与此同时，小张也在沉默中慢慢反思着整个相亲过程。虽然他早已走出了餐厅，但他却没有立刻忘记这场相亲。他心里并不觉得自己错了，但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。他觉得小李并不是一个坏女人，她也有她的追求和梦想，问题只是出在她的方式上。他接到手机上的短信时，心里一动，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默默地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反复思索着那条短信的内容。我并没有想要伤害你，只是对未来有些不安。他明白了，小李并非不真诚，而是他在现实面前太过焦虑，才做出了那么多极端要求。他和我真的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小张轻轻叹息，也许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，还是一个真正能够理解他、支持他的伴侣。突然，他拿起手机，想给小李回复什么，但最终他没有发出去。他知道，爱情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，
而是两个世界碰撞后才能找到的平衡。这时，小李的手机又响了，他看着屏幕上出现的小张的名字，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暖流。人生的选择哪能只看条件呢？他终于明白，爱情有时就是这么简单，选择对的人，互相妥协与理解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场相亲结束后，小张和小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路，但这段经历让他们都意识到，婚姻不应当仅仅是追求高标准、完美条件的结果，而是要有心灵上的契合与共同成长。今天视频分享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